新香港，从亚洲金融枢纽到未来展望的转型之路。香港，这座位于东亚的城市，拥有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，曾经是亚洲最繁荣的国际都市之一。回顾过去，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并面临着新的挑战。在1960年代，香港的经济开始起飞，成为中国的南大门。当时，香港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英国的管制，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和物流中心。首先，回顾历史背景，香港在1960年代成为中国的南大门，利用其殖民地地位和自由港政策促进了贸易和经济发展。英国的管制使香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。这段时期的香港经济蓬勃发展，香港繁荣的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和跨国企业，使其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，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专业人士，成为亚洲的明珠。然而，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，这座城市的国际定位开始发生变化。一国两制的原则确保了香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的高度自治，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原本由地产和金融行业的领袖主导的 stakeholder 结构，逐渐被以中国资金为背景的新 stakeholder 所取代。这种转变在近年来变得更加明显，这对香港的国际地位和经济特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和2006年中国推出自由行政策以来，香港经济看似繁荣，但实际上隐藏了许多问题。经济结构的单一化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过度依赖特定行业，尤其是金融和地产行业，使得香港在全球经济波动中变得脆弱。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，资金流入减少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单一化的问题。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外，香港的 stakeholder 结构也发生了变迁。传统的 stakeholder 如金融和地产行业的影响力正在减弱，而新的以中国资金为主的 stakeholder 正在崛起。这种变化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并反映了香港在中国国内和国际间的角色转变。其中一个挑战是香港经济结构的单一化。过去，香港以金融、贸易和物流等服务业为主导，但这种依赖性使其在经济变化中更加脆弱。因此，香港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，并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。这些努力的成效正在逐渐显现，并且香港正在逐步转型为一个更具多样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。香港的未来展望是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。为了应对经济结构单一化的问题，香港需要推动产业多元化和创新，以降低对特定行业的依赖。同时，香港应该积极吸引外国投资和多元化的人才，以保持其国际竞争力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西方观点的转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西方国家对香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。过去，香港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实验，融合了自由和繁荣。西方国家常常将香港视为一个独特且熟悉的地方，既具有中国文化的影响，又带有西方的色彩。然而，近年来，随着香港政治局势的变化，西方国家对香港的关切也越来越高。这些国家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和人权状况，并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担忧。这种转变对香港的双边关系带来了压力和挑战，需要各方努力寻求平衡和对话。现在，西方认为香港变得陌生且复杂。过去的香港被认为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都市，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言论自由。然而，近年来，一些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政治局势和人权状况表示担忧，认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和限制对香港的自治和自由产生了负面影响。这种观点的转变也导致了资金和人才流入香港的减少。一些西方企业和投资者开始对香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感到担忧，转而寻找其他更稳定和可靠的投资机会。同时，一些具有专业技能和国际经验的人才也选择离开香港，寻求更有利的发展机会。然而，我们也要看到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优势虽然还算存在。香港拥有强大的金融体系、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人才资源，
这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外国企业和投资者，但来到的投资者，其中一位的背景亦备受关注。根据最近的报道，一位被称为阿里王子的中东人士计划在香港开设家族办公室，但在开幕礼前夕，即2024年3月，因为紧急事务返回国内，导致活动延期。开幕礼的嘉宾阵容变动，从特首变更至下级官员，甚至连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都未能出席。这可能是阿里王子离港的原因。香港中东经贸协会会长沈运龙在媒体访问中提到，由于香港近期的特殊情况，包括官员生病或其他紧急事务，导致最终未能如期参加。沈运龙也在电台节目中回应，开幕礼的变动是正常现象，并非有意为之。他强调，阿里王子对于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抱有热忱，希望促进香港与杜拜的交流，并推动旅游业发展。这件事香港遭遇挫折，也反映出香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及合作潜力已被质疑。本来，所谓的阿里王子家族办公室的设立，不仅是家族业务的扩展，也象征住香港与杜拜之间潜在的合作机会。这一事件可能会对香港与杜拜在旅游、基建等领域的合作带来影响。随着香港局势的变化，香港的未来展望是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。总的来说，香港正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，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。在未来，香港需要努力解决经济结构单一化的问题，推动产业多元化和创新，同时也需要保护和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，包括法治、自由和公平竞争。这将有助于香港在全球舞台上继续发挥重要的角色，并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。